虽然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但谁不想自己能长寿一些呢？那寿命短的人会有哪些特征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特征一：脸色发白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脸色都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。但如果发现脸色苍白没有光泽，就可能是气血不足了。长时间气血不足会影响身体健康，不利于长寿。那对于气血不足的人，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些补气血的食物，比如桂圆、红枣、黑芝麻等，能让你气血更充足。第二种，指甲发白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指甲，正常的指甲也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发现自己的指甲总是发白，没有血色的话，也要警惕，可能是气血不足，或者是其他器官出现了问题，最好好好调养，不然也会影响寿命。如果想要健康长寿，就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多注意饮食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没事再多运动锻炼，这样能让身体更健康，延长寿命。入冬后就到了进补的好时候了，那说到进补，就不得不说黄芪了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常喝黄芪汤，防病保健康。黄芪有很好的补气养血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那很多人呢喜欢用它泡水喝，其实还可以用一些别的食材和黄芪搭配，效果会更好哦。黄芪可以和枸杞搭配，枸杞是一种常见的食材，枸杞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枸杞多糖、甜菜碱、胡萝卜素、叶黄素等，具有提高免疫力、养肝明目、抗衰老的作用。那将枸杞和黄芪搭配泡水喝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冬天到了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可以经常这样喝一喝。芪呢，很多人都熟悉了。俗话说，内行吃黄芪，外行吃人参。吃黄芪是有很多好处的，可能有的人不知道。那我们来看看黄芪有什么作用。黄芪能帮助暖胃，有养胃的作用。黄芪还有补气补血的作用，尤其女性吃非常好。但如果能和其他的食物搭配在一起，那就更好了。黄芪和玫瑰花搭配，玫瑰花有淡淡的香味，营养呢非常的丰富，具有美容养颜、补中益气的作用。如果黄芪和玫瑰花一起搭配泡水喝，能更好的帮助补充气血，排出身体毒素，让气色更好，人也显得年轻了很多。女性朋友可以经常的喝。冬天天冷还干燥，所以呢要多注意养肺。而现在有很多人有喝粥的习惯。如果想要养肺健脾，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款粥，每天喝一碗，有很好的滋阴润肺、健脾养胃的效果哦。那这款粥呢，就是百合杏仁小米粥。制作方法呢很简单，取50克的百合、20克的杏仁，还有一些小米，然后杏仁和百合切碎，和小米一起煮就行了。百合有滋阴润肺的作用，杏仁能畅通气血、散结消滞，小米则有健脾养胃的作用。所以经常吃一些百合杏仁小米粥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尤其现在冬天了，想要养肺的朋友不妨试。现在的人都比较忙碌，没时间吃饭的时候呢，就点点外卖或者随便糊弄一口，这样就很容易出现胃疼胃胀消化不良的情况。那怎么养胃呢？下面教大家3种方法。喝陈皮普洱茶。陈皮普洱茶味道甘醇爽甜，老少皆宜，而且对肠胃不会产生刺激。经常喝有保护胃黏膜、养胃护胃的作用。还可以呢多吃2种食物，卷心菜。卷心菜含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C 要比大白菜高出1半，那经常吃还有养胃护胃的作用哦。南瓜中含有果胶，那这种物质能够帮助保护胃黏膜，加强肠胃蠕动，经常吃也有养胃的作用。甲状腺是我们最大的分泌腺，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，但是生活中很多人都忽略了对它的保养，像一些坏习惯就可能会引起甲状腺结节。下面的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大家尽量改正。第一个，喜欢熬夜。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体内堆积毒素，那这样呢就很容易刺激到甲状腺，从而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情况，希望大家尽量改掉。第二个，情绪激动。如果你总是处于一个激动压抑的情绪当中，时间长了也会影响甲状腺激素水平，导致结节出现。所以只有情绪稳定，对甲状腺健康才有利哦。第3个，摄入过多碘元素。因为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成分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就会影响甲状腺健康，诱发甲状腺结节。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了，甲状腺结节偏爱3类人，牢记少吃2物，结节或许慢慢变小。
第一，爱生气的人。对于爱生气、脾气暴躁的人来说，如果经常这样，很容易使内分泌紊乱，加重甲状腺的负担，时间长了就可能引起甲状腺结节。第二，碘元素摄入过多的人。日常生活中，如果碘元素摄入过多，会刺激到甲状腺，这样也容易诱发甲状腺结节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三，熬夜的人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经常熬夜，也会导致内分泌发生紊乱，这样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对甲状腺健康不利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平时饮食也要注意少吃两种食物。第一种是含碘量高的食物，含碘量高的食物有海带、咖啡等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第二种是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容易加重甲状腺负担，不利于结节的恢复。所以上面这两类食物，希望大家最好少吃，最好能够忌口，这样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才会有帮助。腺是我们最大的内分泌器官，但是呢，现在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其实甲状腺结节跟我们平时的饮食是有很大关系的，比如要少吃含碘的、高脂肪的、高油脂的食物。那吃什么对甲状腺好呢？今天就给大家推荐3种。无花果干，大家可以将无花果干当零食吃。那无花果干营养很丰富，有化瘀散结、消肿止痛的功效。如果经常吃，甲状腺也会感谢你哦。油菜也有很好的散结效果，而且呢营养丰富。有甲状腺结节的朋友可以经常吃一些，能帮助预防甲状腺结节增长。冬瓜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了。那冬瓜呢营养丰富，有清热解毒和利尿的作用，经常的吃一些也能够帮助疏散结节。甲状腺有结节的，记住少吃2物，多吃3物，不给甲状腺添麻烦。少吃高碘食物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碘吃多了，对甲状腺健康不利，所以呢，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比如海带紫菜海蜇等含碘高的食物就不要吃了。少吃辛辣刺激食物，这类食物呢容易刺激甲状腺，加重甲状腺结节，所以呢最好也不要吃。那可以多吃3种食物。第一种，白萝卜。白萝卜物美价廉，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能够促进身体的毒素和垃圾的排出。经常吃有化瘀消肿的作用，对甲状腺健康有帮助。第二种，冬瓜。冬瓜含有很多水分和蛋白质，有消肿去瘀、清热解毒的作用，经常吃有利于甲状腺恢复。第3种，荞麦。荞麦是粗粮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蛋白质，能维持体内激素平衡，经常吃也有利于甲状腺健康。肩膀酸痛、脖子僵，每天2个动作，打通淤堵，拯救僵硬的颈肩。动作1，自然的站立，将2手手臂弯曲叠放在一起，放在胸前，注意手肘要与肩膀平行，手背朝上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将2手手臂向外展开，肩膀尽量的分开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动作2，也是自然的站立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2侧下垂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2手手臂由上向后的画圈，画圈幅度可以先小后大，这样反复做50次就行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可以每天交替着做，因为肩颈是我们人体气血运行的路口，所以经常练这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打通淤堵的地方。每天坚持，颈椎、肩膀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。刚做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会不适应，还会出现疼痛的情况。不过只要坚持做，就能够看到效果哦。现在很多人由于工作性质或者是不良的习惯，长期保持一个姿势，那经常呢会出现肩膀酸胀、脖子僵硬的情况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这种情况，让肩颈更健康。当出现颈肩不适时，大家呢可以站起来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手臂在左右2侧旋转，这样旋转360度，旋转2圈之后，再将2手握住，然后向后拉伸，这样拉伸10秒，再重复做6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淤堵，促进肩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肩膀酸痛、颈椎疼痛、脖子僵硬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经常做一做。
那经常坐着的上班族很容易出现肩颈痛、身体僵硬的情况，这是因为呢长期久坐使得身体血液循环变差，所以大家不妨常做一做这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对身体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